今天我来分享我的耽美小说评分清单。我最近发布的那个视频就是那个我为什么喜欢看耽美的那个视频。有很多人问我看过的耽美小说是哪些，那我得说这不是什么客观排名。其实有一些小说我觉得写的特别好，不是完全我的菜，就是里面的桥段不是我喜欢的，这并不意味着我觉得这些小说不是好看的，这是我的主观排名。也有一些不是写的特别好，剧情有很多漏洞，也有很多问题的小说，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要打5星。我从来没说过我有好品味，反正不要把这个清单当得太认真。我也觉得一些我喜欢的耽美小说你不一定会喜欢，因为特定的题材特别吸引我，所以我们开始吧。今天我要概括一下我所有看过的耽美小说，从我第一本看的耽美小说到我最近开始看的耽美小说。前4本我看过的书都是英文翻译，当时我只学了2-3天的中文，我只能看英文版本。那时候我还没开始认真学习中文，一些小说我不太记得，但是别的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刻。我第一本看的是人渣反派自救系统，我得承认这不是魔香铜臭写的最好的耽美小说，但是在他3部作品之中，我觉得渣反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特别喜欢传书。以后我特别想重看这本小说，因为我觉得魔香铜臭的作品特别值得重看，就是有一些细节你第一次看不会发现，但是在看的时候你的角度会特别不一样。我打分的时候会打1星到5星，如果我不喜欢一本书我就不会看下去，所以大部分的小说是3星以上，所以渣粉这本小说我给5星。下本就是魔道祖师，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记得这本小说，或许我看得太快，你们都饶了我吧。我只记得一个事情，我最喜欢的角色是蓝子锥。这本小说也有魔香铜臭我最喜欢的特点，就是设定很丰富，而且有很多有意思的角色。我给这本打4分，如果我记得更清楚一点，我或许不会这么打，但是 I forgot。 下本书我读一下这本小说的中文名字，我不知道它的名字。论就错反派的下场，这本我也看的是英文翻译，我特别喜欢这本小说，我打5分。宋清时这个角色特别讨人喜欢。I like STEM students. I support gay men in STEM. 如果是耽美英文翻译出版社，最大的出版社是七海 Seven Seas。 有时候七海有一个投票活动，你可以投票你想他们翻译的耽美小说，而且我每次投票的是论就错反派的下场。我看这本小说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复杂，因为线下的成分比魔香铜臭的作品更重要，所以有很多成分我不太理解。就算是英文翻译有一些概念，我不一定会理解一些细节。有些单词比如说理解 lightning tribulation， 我看英文翻译的时候也不知道 lightning tribulation 到底是什么，而且我看的是粉丝做的翻译，不是官方的。反正我喜欢这本书到画同人图的程度。一个我也喜欢的成分是月五环，这本小说也涉及但是不是特别讨论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成分是宫一切受到。我没看过太多耽美，但是我觉得宫平常不会有这种背景，所以我觉得很新奇。当然如果这个话题对你来说有点敏感，我建议你避开这本小说。反正这是我画的同人图。还有一个 honorable mention， 这本小说我还没看完，就是尔哈和他的白猫师尊。这本小说我只看过1/3，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本小说，我看的时候特别喜欢，但是英文翻译还没完全出版了，所以我追到最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该更认真学习中文，所以也可以说没有尔哈我就不能跟你们交流。
到了我看的中文版本，所以从此以后我看的都是中文版本。你或许会发现，我一开始看的都是现代小说，因为别的题材比较难。但是我最近看的都是仙侠，因为我以前没法理解这个类型，但是现在我可以。我第一本用中文看的耽美小说是撒野，我觉得撒野对我来说很重要，在我看过的小说中可能是最难的。当时我认识的汉字只有800汉字，所以我每句话要查很多词。如果这个不证明我多么喜欢撒野，我不知道什么可以。如果我要说这本小说，我可能会说太多，但是我今天只会说我特别喜欢它的氛围感就是那个冷灰的城市。我从第1章到最后1章特别沉迷于这本小说，所以我给这本小说打5星。下本小说是该我上场带飞了，是一本游戏小说。我以前说过我特别喜欢游戏小说，而且我觉得这个设定特别好笑，因为这本小说本身就是2个男人一起玩一个学习游戏，但是剧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很多年以前这本小说的受就是江澄是一个电竞天才，但是他得了绝症，所以他进行了冷冻休眠，所以这本小说就是2个男人一起玩一个全息游戏，但是也有这个冷冻休眠的背景，有点奇怪，但是也很好笑。反正我给这本小说打4星。后来是公园南路，我觉得这本小说的10分，这就还行，应该说3星。但是到了最后的那段，他踩了我的雷点，所以我给这本小说2星。后来是不知道怎么，这本小说的名字我不太能读，因为我觉得舞者特别喜欢儿化。If I say this, I will humiliate myself. 一个钢棒，一个钢板，一个That was awful. 我不太记得这本小说，但是也有舞者的我喜欢的特点。这本小说的主角偏更年轻一点，但是因为不是学校的设定，我不太介意。后来是我磕了对家和我的 CP， 每次一个小说有很多社交媒体的成分，我就特别喜欢。但是我看这本小说的时候，它的写风有点难理解，所以这可能影响我的阅读经验。反正这本小说特别好笑。I just think a lot of humor went over my head though， 因为我不太能理解，打4星。后来是魔教卧底每天在露馅。我看这本小说是因为我听说一些人说是一个比较好入门的仙侠小说，就是对一个中文学习者来说。但是这本小说因为有点短，所以我不太记得，打3星。然后是放学等我，特别好看。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成分就是我特别喜欢主角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圈，而且我觉得这本小说的朋友圈挺好的，而且这本小说的结局是我很难忘掉的，我还是很记得这本小说。打5星。BE 狂魔求生系统，这本是我第一次体验到用中文狂看一本小说是什么样子。这本小说是50万字左右，而且我花了2个星期看完它，对你们来说还是挺慢，但是也是我第一次这么快看完一本中文小说。不过因为我看得太快，而且也是快穿，所以有很多记不清的细节。不过我还是记得我很心疼主角，就是徐启琛，而且呢第一个部分就是娱乐圈的那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徐启琛是从表演角色，所以开始理解自己的心态，怪有意思。我给这本小说打4星。下本小说是江湖那么大，
也是我很喜欢的小说之一，打5星。我到最后还没想到我会这么喜欢这本小说的剧情，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配角。师弟还没杀我灭口，这个我不记得，打2分。你人设崩了。我上个视频我聊了这本小说更多。这本小说是一本娱乐圈的小说，也是一本电竞小说。因为硕是一个演员，还有公是一个电竞选手，反正我很喜欢这本小说。我给你人设崩了打5星。后来是传承万人迷的抛回竹马打2星，可能是因为这本小说写的有点复杂，还有最后的那段有点长，觉得没有那么重要。我个人喜欢打脸，但是我觉得这本小说打脸打得太多，但是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原来是个神经病。我是很喜欢这本小说，我知道是一本耽美，但是我喜欢的成分不是感情线。你可以说这本小说是择攻择受，但是这本小说的我喜欢的不是情感线。这本小说有很多心理成分，这本也给了我很多思考的空间。应该说这本小说是很择作择受 in a very literal sense。我给这本小说打5分，有点奇怪，但是我蛮喜欢这本小说，也导致我继续看作者的另一个小说，比你原来是个神经病更火的小说，就是《死亡万花筒》，是我第一本看的无限流，而且我并没有看这本小说，而是听它的有声书，是一个多声音的有声书，特别好听，制作的特别好。因为写的比较简单一些，我可以听得懂这本有声书，我还是想听一听类似的有声书。我知道有广播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我觉得有声书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反正如果你知道别的耽美小说也有声书，也是写的比较简单一些，请你推荐，我很乐意听。不过《死亡万花筒》我觉得剧情挺有意思，我给这本小说打4星，不是因为我不觉得好看，而是就是题材不是我一般会看的。我是一个不会看恐怖的东西的人，所以我看这本小说的时候特别新鲜的感觉，而且有声书的音效特别多，每个声音都有，就算是人吃人肉，这个特效也是有的。贵妇兵团是一本游戏小说，也是我最好看的游戏小说之一，我甚至会说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游戏小说。这本小说特别让我想念我以前跟网友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作者是一个特别喜欢游戏的人。这本小说也是我在上期说的，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给这本小说打5星。后来是魔尊也想知道，是我最近看完的那本小说，我也做过一整个视频聊这本小说，设定很丰富，配角很好。我觉得感情线不完全是这本小说的重点，但是还是挺好看的。我给这本小说打5星。而且我现在看的是当 NPC 绑定玩家免版，我还没看完，但是我已经知道我会给这本小说打5星，因为这本小说把我所有最喜欢的桥段都放在一起，有穿越，有仙侠，有游戏，有隐藏身份，而且2个主角都很强，特别强，而且现在公还是个黑猫。I really like this book so far。 我下期很可能会做一个视频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对这本小说的想法。不管怎么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